这代表是光阳最新的那个嘛？对啊，G7啊，哎呀，光阳的旗舰车款，还要那个G7光阳要振作一下。我振作一下哦，这不行。那山羊几乎把光阳踩在地上这样子。我说什么机油里面有铁锈，我是乱讲话。机油有铁锈就早就不能骑了，就要给它吹，不然没有力量。哦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来骑车啦，来一个假日轻旅行，来看看这台光阳最新的旗舰性能跑旅到底扛不扛得住跑旅这个定位。哇，这一台爆改 DRG 实在有够风骚，当然今天并没有跟 G7 尬起的环节。总之呢，今天就只单纯以 G7 远离橙色喧嚣到郊外 RV， 深度的感受光阳2代全时电推以及老规矩照惯例油门全开的实测也是必须。最后也揭秘 G7 在山道上的另一面。它没有很空，对，就尽量加满就好。因为听说原厂在制作这台车在测试的时候都是用加92的，所以这次我也加个92。就完全是原厂车原厂的测试值去测试它的油耗。目前总里程是256，然后我的缺也归零好了。对，然后等今天的旅程结束的时候再加油，大略的初步看看那个油耗怎么样。然后如果想要看这台车其他的骑乘感受的话，我可以看我之前的这些影片。3，以跑旅来说呢，这个骑姿真的没有话讲啊。这个坐垫感觉可以骑很久。然后现在有戴头套之后哦。觉得这个车子震动哦，更没那么明显了。我油门一半，哦，我灌到底，我看它的转速都是维持在7300呢，好像就不会再上去了呢。来试看它的再加速，目前是时速63快70，紧急刹车。OK， 感觉还在磨合期嘛？为什么感觉刹车很久真的有变好一点点的呢？油门一半。对啊，这卡在7300呢，7400了，7500了。哦，还蛮酷啊。OK， 来抓了 RV 甜蜜点，目前是时速68，转速在5600，舒服。这路的补丁蛮多的，不过感觉这确实是悬吊吸收了大部分的震动，传到身体上真的极为少，就是很明显的。我觉得它的就后悬吊真的有这种高级感，因为它那个后悬吊我压缩的感觉，来压一下，不你们感觉到吗？压下去，3秒、2秒、1秒 ，Go， 油门全灌。90， OK， 刚刚时速90，刚带到转速7600。哦，我待会注意电压好了，刚没注意到电压。目前电压是13.9，灌到底，哇，一灌到底就马上12，然后再11.7了嘞。哇哦，真的有差嘞，因为之前我骑 RTS 嘛，你灌油是吗？它的那个电压会可能延迟一点才掉了嘛。时速76，来再加速试看，灌到底。OK， 这个几乎一灌油，哇，瞬间掉，几乎没有时差。哇，也许如果照这个来参考的话，应该真的是你一灌，它就会介入的吧，电推，灌下去马上掉，13.9变12.5，然后一回来是吗？就变成14.0或14.1。哦，它的电压其实浮动的还蛮灵敏的哦，就跟着你的就加速的那个节奏，13.9灌到底，哇，对，一慢掉到11.7。OK， 回油，一回油就马上瞬间起来了嘞，然后它刚断到11.7就被掉了嘞，好酷哦！这个我今天才发现呢，因为它的仪表板其实很低的嘛，平常也不会去注意它。哇，好大直线的，很朗吹哦，应该不有3眼吧？来，我看它再加速哦，时速57。灌到底，到80就回油了，
OK 啦，都还蛮线性啊的那个加速。我试看，如果骑长途的话，屁股稍微往后一点点，然后脚踩前面，呼呼，哇，脚可以完全伸直哎。像我 RTS 嘛，也可以这样子踏斜板脚伸直，但是呢，我就稍微驼背。然后目前这个，虽然我下面伸直的话，我上半身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很符合人体工学的七十三角，就有稍微有一点点往前倾而已啦，不过还算是舒服的。然后高速的稳定性也蛮好的。来练紧急刹车，后面这前面，其实还可以耶。我的刹车好像有变好了呢。哦，是磨合开的吗？稍微超车试试，目前时速53。好 ，Go， 油门拜。OK， 还行。它真的好稳定哦。确实比 RTS 稳定，因为我觉得长轴距真的还是有差啦，就是先天上的差异还蛮明显的。这个跟 RTS 真是没什么比较，真是不同性质的车啦。哇，看到没有？白牌数啊，再怎么快那0.几秒，在红牌面前完全一文不值啊！哇哦！其实我之前骑 RTS 的时候，它上坡那个扭力感其实有明显的少一点点呢。可是 G7 上这种缓上坡是吗？它的加速力道它跟偏地比较接近哎。对啊，来，我来试一试哦，不要随便乱油门一拜啊，要确认对向没车。OK， 哇哦，确实 ，G7 的加速力道。感觉没什么，就是损耗。干有一个蝴蝶打我的安全帽。好稳定哦！我的天哪，我还以为有长轴距可能会比较紧绷，压力比较大。可是我觉得其实还好。我大概有初步的结论了，跑山是吗？G7 比 RTS 还要好玩，因为它的上坡动力衰退没那么明显，几乎跟平地接近一样。我想这是什么全速域电推的优势吧？哇，轻脚中没有回油，都很稳定哎。G7 的加速体感真的微微些许的奇妙。光阳45从 KRV 开始就一直不断强调这台车就拥有挡车的体感。我想他们意思主要是固锁式引擎还有独立后摇臂带的操控感。过弯时引擎不会跟着后悬吊起伏，然后提升车身动态稳定还有灵活度。除了这点以外呢，以我的理解，称得上挡车体感的话，我想说它的油门动力特性了吧。所以如果骑挡车的话，可以透过维持中高转速，让在补油的时候加速更能随传随到。然后 G7 的 PDM 系统，号称可以还原类似的特性。当你骑到 G7 油门松开时链条可以维持张力，在补油加速的时候，动力衔接性更好，动力更加绵密，这样子是感觉得到G7 的转速跟加速的距离感有比较同步了一点。但是我猜啦，我觉得 G7 在上坡的时候它的那个加速力道的衰退没那么明显，应该跟这个 PDM 系统也有点关系吧。这个稍微大上坡，油门快，哇，可以哦，这个上坡的扭力。爽归爽，但是每件事情都是有代价的。像就是 PDM 嘛，就是一个更复杂的传动系统。像一般说的都是引擎传给传动，再传给后轮，就那么直接。像G7的话，就是引擎传给 PDM 系统，再传给链条传动，最后才是后轮，就多了一个步骤。理论上，这过程中难免有些动力损耗吧。但我对这个 PDM 细节不是很理解，所以荧幕前的你如果有了解的话欢迎为我指点迷津，为我解惑一下，感恩。这台不是光阳最新的那个吗？对啊 ，G7 啊。哎呀，还蛮舒服的，在一起。对啊，哎呀，我看这个，而且它那个
也很好踩啊。哦，省力中柱啊，对啊，嘿，板蓝光阳的旗舰车款，还要那个7光阳要振作一下，哦，不振作一下哦是不行。嗯，市场越来越占的氛围越来越少。所以你本身也是修光阳吗？本身我没有光阳，哦嘿光阳对啊，就单纯觉得就是有点可惜而已，光阳。其实就怎么说，应该是要一直精进自己的车种啊。哎呀，那个市场一直在变化啊，而且现在年轻人对这种车就舍得花钱，所以就还好。不然你看那个三阳，那一台都卖11、2万、11、2万，你看它的 DRG 啊，Jet S 啊，那同级距的光阳都会比三阳贵一点点呢。贵一点点，我觉得还好啦。其实，在5000以内，大家都可以接受。只是说你车子好坏这样子，就是说以品质或者是性能，或是你的配备这样子去做比较的，我是才觉得才是实在的这样子。这两家其实应该算兄弟呀，只是说三阳以前就是摆烂这样子，然后就让光阳就是在市场大概占了第一名，大概就是20年左右，然后。那三阳是因为他们内部企业已经整合好了，所以一开始就开始振作。你看这5年来，全部就一直拉上来，这样子，几乎把光阳踩在地上这样子的。接近了就半踩、不然以前最多的都是光阳的那个啊，光阳的机车啊。台湾的车厂就是也没有竞争啊，但是也不振作。那再加上路权就是限制成这样，他们会把主力都发展在这种白牌汽车上。没错，对，这个就而且车子卖的不便宜啊。你可以自己比较，你就知道了。没有比较没有伤害。你马来西亚人你就最清楚了。你比较一下，同样一款车在马来西亚卖的价格跟在台湾卖的价格。光阳的那个 NMBCU 啊，在马来西亚三阳还是卖6万多而已。对啊，可是配备比较弱一点点。那个我觉得还好，配备弱一点。哎呀，那个你不可能说差一个配备2个配备这样子去差的一半的价格啊，那个太夸张了啊。那你就知道三阳在台湾卖的有多贵啊。对，光阳其实也是，其实这个车价都是光阳搞出来的啦，早期都是光阳搞出来的，他搞到后来他自己反而占不到便宜啊，因为市场一直被这几年给三阳给赚走。感谢这位大哥的诚心分享，聊了趟蛮有趣的谈话。是说台湾两样的造车技术水平确实都不差，放眼世界都有被肯定的底气与实力，但很多事情一时半载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反正就是希望市场能维持着良性竞争的氛围，车厂持续把好车端出来，最后爽到的才是像我这种能买到价格不议价又能骑到好车的消费者。OK， 回到我这一次的孤狼骑旅。身为速达边缘人，我需要的是一台能为我记录下骑车浪漫时刻的好伙伴。没错 ，Harbour Air Pro Max， 现在就用这个不用手机或是遥控器操作就能出片的懒人傻瓜空拍机，顺便用这些 Harbour 所拍的画面，总结我本日 G7 心得。首先，这台车绝对称得上跑旅。简而言之 ，G7 四驱灵活 ，RV 综合发挥都相当稳定。重点是这3道的乐趣程度，诚心认为有超越 RTS， 这一点是让我最为意外的。但不出意外的话，就真的出意外了。G7 G7 在手臂交车出现了不少状况，以至于很多 G 车主都比预期中晚交车，这一点实在真的让我非常的意外。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啊。因为G7骑乘体验下来单论骑车体验的话，我还真的很难挑出毛病，甚至整体操控性能、动力、灵活度都超越 ADV 160。是说，我也不想拿 Honda 来比较，毕竟严格来说，这两台车定位还是不太一样，甚至还有龙骨车体的差异。但近似的车款，我就只有骑过 ADV 160，所以就情不自禁拿来稍微比较几嘞。说到这，我逼不得已必须说明一下，我真的不是在无脑吹捧 G7， 这段时间的体验给我的感受真的就是如此。但妥善率的部分，说真的，我还是抱有很大的疑虑。Anyway， 就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。总之呢，初步体验下来 ，G7 绝对称得上是优秀的跑旅车款。虽然在首批交车就碰上了这种延迟交车的尴尬插曲，不知道部分订购 G7 的 KIV 车主会不会觉得有点 PTSD 之类的。但我相信这些车主等到跨上G7的时候，当油门给他用力吹落给的那瞬间，心中那些等着的苦闷与焦虑，想必都会烟消云散。浪漫浪漫。92跳停，尽量再慢一点。好 ，OK， 82.52公升。
70.6公里，油耗大约是31左右。31左右，感觉还基本水准。我记得上次我觉得RTS 有类似这样子的那个行程是吗？大约好像接近40了哎，我记得。哦，果然是2级油耗，RTS 1级油耗，果然有差。酷。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，我是克里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